欢迎来到老 K 档案室。当一只灰熊，每隔3天都会来到你家后院，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距离你越来越靠近。等待着你的究竟会是什么？1967年6月，在美国宾川国家公园凯利营地的一座木屋里，琼贝瑞家正在这里度假。这天下午，琼正在屋子里做清洁，却看到院子里出进了一只很奇怪的动物，正是一只模样很怪的灰熊。熊的体型十分的巨大，但身体却很瘦，它的整张脸是拉长的，看起来不成比例。而最怪的是熊的行为，熊不断地在营地里翻垃圾，翻了一会儿，又开始停在后院地发呆。宾川公园的熊通常不会来到离人这么近的地方，琼用力地拍窗子，想要吓走它，可这只熊反而站立了起来，开始往房子的方向看。每隔3天，熊都会准时地来到后院，而且每一次灰熊离屋子的距离都会变得越来越近。他还经常不住地往屋子里打量，像是对屋子里很感兴趣，这让琼一家感到极度的恐惧。6月中旬那一天，琼刚从午睡里醒来，就听到家里的狗突然狂吠了起来，然后听到了有人在敲玻璃的声音。他走向客厅，看到了一个让他头皮发麻的场景，那只奇怪的灰熊不知道什么时候贴在了窗子的外面。熊不断地朝着屋子里张望，爪子还在有节奏地敲着门上的玻璃。这只灰熊在敲他家的门。20世纪初，美国威廉塔夫托总统签署了法案，将为蒙大拿州西北落的宾川公园建成了美国第10个国家公园，作为全美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之一。宾川公园临近落基山脉，涵盖了130多个湖泊，景色壮丽而磅礴。宾川公园保留了一个被称作大陆生态系统之冠的原始生态系统，这里是70几种哺乳动物的家园，也是北美灰熊最后的几个栖息地之一。1967年8月，一对年轻的情侣朱莉与罗伊踏上了前往宾川公园的旅程。两人都是大学生，利用暑假的时间，他们计划到宾川公园里露营几天。8月12日早上，罗伊与朱莉从打工的洗衣店出发，搭车到了洛根山口，然后转而往上，沿着广受欢迎的高线步道寻往公园的中部。一路上，落基山脉的壮观，宾川丰富的动植物都让两人深深的震撼。到了日落时分，他们来到了公园中央的位置，两人简单的吃了一些方便食品，商量找个地方过夜。途周边最热门的露营区是个叫做花岗岩小屋的地方，正是一套传统的木质小屋，游客们可以一边在房子里用餐，一边欣赏山脉的美景。除此之外，小屋还有一个最大的特色，那就是可以观看灰熊表演。因为很多的游客会在小屋旁留下一些食品垃圾，因此到了晚上，有很多的灰熊会来景点附近捡吃的，还有母熊会拖儿带女，全家一起来觅食。高峰时间，小屋附近同时会出现近10只巨大的灰熊，场景极为震撼。因为小屋的铺位实在太贵，罗伊与朱莉商量在离小屋400米的位置找个地方搭睡袋凑合一晚。为了防止野兽，罗伊还在睡的旁生起了篝火。一整天的疲惫让两人很快就进入了梦想。当晚天气异常，干燥的雷暴席卷了整个公园，闪电在山谷间跳跃，却没带来一滴雨。空气中弥漫着臭氧和紧张的气息。一些零散的报告提到，那晚公园里的野生动物显得异常焦躁。无线电里，不同岗位的护林员都报告了林中不寻常的骚动，但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在当时被归咎于雷暴。不知道睡了多久，罗伊突然被朱莉的声音喊醒了。他听到朱莉在他的耳边说：“别动，装死。”罗伊感到一头雾水，但他很快就有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恐惧，因为他感觉有什么动物来到了自己的身旁。罗伊闻到了一股恶臭，像是有10几只狗的味道。他用眼角的余光飘过去，差点被吓懵了。他看见有一只巨大的灰熊，这趴在自己的身上，别动，装死。这是当时人们口耳相传的遇到熊的最佳策略，一个致命的误解。很快，罗伊就感觉左臂一阵的剧痛，熊正开始咬自己。虽然极度恐惧，但因为刚才朱莉的提醒，他完全不敢发声，只能强忍疼痛硬熬。等了10几秒，罗伊看见熊离开了自己，然后开始朝着旁边的朱莉爬了过去，又开始啃朱莉。
朱莉也不敢有任何的动作。就这样，一场恐怖的折磨开始了。熊在罗伊与朱莉两人间走来走去，反复地啃咬两人，仿佛在测试两人的反应。第3次来到朱莉身边的时候，罗伊听到一声骨头断掉的声音，然后就听到朱莉开始疯狂地惨叫起来。看见朱莉有了反应，灰熊立即就咬着她开始往外拖。朱莉发出崩溃的哀嚎，边叫边哭，疯狂地击打灰熊，但没有丝毫的作用。短短几分钟时间，熊就咬着朱莉在黑夜里消失了。8月12日凌晨，冰川公园的寂静被一阵恐怖的尖叫声打断了。大量的游客全都听到了山里传出女人的惨叫声，惨叫不断的响起，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那声音被记录在一些当晚未眠的游客记忆里，他们形容那声音不属于人类，更像某种动物的悲鸣。有游客被灰熊袭击了，这个消息迅速在冰川公园传开。当公园负责人凌晨接到这个电话时，反而询问护林员究竟有没有和他在开玩笑。在冰川公园507年的历史里，从未发生过一起由灰熊导致人类死亡，因此当时无论是公园还是游客都认为灰熊并不是很危险。但现在救人要紧，回过神来的护林员叫上了6个人，准备进山救人。可因为他们没有武器，在夜里面对一只食人熊实在太过凶险，因此他们进山以后没多久又退了回来，待在原地等待后援部队到来。凌晨2点40分，事发的几小时后，一架直升机带着装备来到了现场，一大队人马开始全副武装地往山里前进。一个叫做史蒂文的原住民猎人带着大家往一条山路上移动，走了一阵子，他注意到地面上开始出现了一些很小的像红点一样的血迹，沿着红点又走了一段，众人开始发现一些衣服和裤子的碎片，还看到了一些零碎的肉片。直到走到一棵原木后面，他们发现了一个女孩以十分别扭的姿势倒在地上，女孩身上的衣服几乎被扒光了，身上的部位被啃得缺一块少一块，只剩下了一口气。此人正是朱莉。整个现场宛如恐怖电影，然而他们完全不知道真正恐怖的事情还在后头。在朱莉被袭击事件发生的同时，正在附近的一位叫做兰达的护理员在无线电里听完了整个朱莉被海河被营救的过程。兰达负责的范围是在鳟鱼湖一带，这里离花岗岩小屋非常近，因此灰熊很可能会在附近再次杀人。一整个晚上，兰达都拿着枪，都坐立不安。很快看到有4个青年惊慌地逃了过来，4人分别叫做保罗、丹尼斯、雷还有罗恩。几人对兰达表示，他们在昨晚遭到了一只熊的袭击，好不容易才逃掉，但有个女孩被灰熊拖走了，请护理员赶紧去救人。几人描述的地点、时间都与兰达在无线电里听到的情况基本吻合。于是兰达告诉几人，已经有人将朱莉救了回去，让他们不要太过担心。没想到几人在听了以后，表情变得更恐惧了。他们反问兰达，谁是朱莉？几人对兰达说，在8月12日的下午，他们一行总共是5个人，一起来到了鳟鱼湖一带露营。除了现在的4人外，还有一个叫做米歇尔·昆斯的女孩。米歇尔是一位活泼开朗、热爱自然的女孩，在一家餐厅打工，攒了很久的钱，才换来了这次向往已久的冰川公园之旅。入夜，他们和所有普通的露营者一样，钻进了睡袋。然而凌晨时分，一阵奇怪的撕扯声将他们惊醒。一头灰熊正用它的巨爪撕扯着其中一个帐篷，搜寻着他们白天吃剩的食物。惊恐的年轻人们大声呼喊，试图吓走这头不速之客。熊暂时退入了黑暗的树林。惊魂未定的几个人聚在一起，在篝火旁彻夜不敢合眼。他们以为危险已经过去，但他们错了。这头熊已经品尝到了人类食物的甜头，并且它已经不再害怕人类的叫喊。几个小时后，它回来了。这一次，它的目标不再是背包里的食物，它径直走向了米歇尔·库恩斯。在同伴们惊恐的尖叫和四散奔逃中，那头熊叼起了睡袋中的米歇尔，就像叼起一个布娃娃一样，将它拖入了黑暗的森林深处。没有人敢去追，他们能听到的
只有米歇尔越来越远的被绝望和痛苦吞噬的哭喊，以及那头野兽沉重的脚步声和咀嚼声。20世纪60年代末，一位统计学家试图计算，在滨川公园里，灰熊主动袭击人的几率是多少？答案是100万比1，而两人同时几乎在同一地点遭到熊袭击的几率又是多少？答案是没法计算。但这的确在1967年8月12日的夜晚，在滨川公园里发生了。8月13日清晨，搜寻队开始继续朝着山里出发，寻找第2名受害者米歇尔，但他们只找到了米歇尔残缺不全的遗体。那是一幅任何语言都难以形容的地狱般的景象。在同一时间，几乎同一地点，森林里出现了2只食人熊。为什么灰熊开始集体吃人了呢？或许这一切都和人类有关。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乐观与自信的浪潮之中。2战的胜利，经济的腾飞，消费主义的盛行，让美国人相信人定胜天。这种信念同样也渗透到了他们对国家公园的态度里。那时的滨川国家公园更像一个巨大的天然的迪士尼乐园。游客们开着车涌入这片原始的土地，他们期待的不仅仅是壮丽的风景，更是一种与野生动物亲密接触的体验。而公园管理者们为了迎合这种需求，可以说是有意无意地鼓励了一种极其危险的互动模式。在公园的许多地方，比如我们故事的其中一个发生地花岗岩公园木屋，都设有开放式的垃圾倾倒场。每天成吨的散发着诱人香味的人类食物垃圾被倾倒在这里。这对于嗅觉灵敏且永远在寻找高热量食物的灰熊来说，简直就是天堂食堂。于是一幅怪诞的人熊和谐图景出现了。每天傍晚，游客们会像赶赴一场露天马戏团表演一样，聚集在垃圾场周围，兴高采烈地看着灰熊们在垃圾堆里大快朵颐。他们拍照、欢呼，甚至给这些庞大的掠食者起上可爱的昵称。熊不再是需要敬畏的荒野之王，而成了可以被观赏、被投喂的宠物。公园的员工甚至会故意把培根油之类的东西撒在路上，好让熊能更靠近游客的住宿区，增加观赏性。他们以为这是一场无害的娱乐，他们从未想过，这种善意的投喂正在灰熊的大脑里悄悄改写着一段维系了数万年的生存密码。人类等于食物。当熊习惯了从垃圾堆里轻松获取热量，它们就失去了在野外艰苦觅食的动力。更可怕的是，它们对人类的恐惧感正在被一点点的剥离。它们开始将人类的营地、背包，甚至人类本身与食物画上等号。悲剧的种子就在这一片欢声笑语的人熊联欢中被悄然埋下。没有人意识到，他们正在亲手喂养出未来的死神。1967年的夏天，滨川公园的灰熊数量达到了一个高峰，而游客数量也屡创新高。供给与需求似乎都达到了饱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不祥的预兆。几位资深的护林员已经开始忧心忡忡，他们发现有些熊的行为已经变得异常大胆，甚至可以说是厚颜无耻了。但他们的警告被淹没在了大众娱乐致死的狂欢声浪中。直到8月13日那个星期天的午夜来临。8月13日上午，冰山公园派出了一支庞大的狩猎队，开始对凯蒂营地花盖岩小屋附近进行清场。他们需要将附近的熊全部杀死，因为他们都吃过垃圾，并有可能攻击人类。2天之内，队伍在附近射杀了多头灰熊，其中一头母熊带着2只幼崽。母熊的爪垫受到了割伤，可能是踩到了某种玻璃制品。狩猎队在熊爪上发现了一些人类组织，因此调查员得出结论是，这头熊杀死了朱莉。1天以后，狩猎队又在鳟鱼湖附近遇到了另一头熊，它突然朝狩猎队冲了过来，他们也迅速地将其射死。这是一头又大又瘦的灰熊，它的脸很长，跟普通的熊看起来有点区别。他们在熊的胃里发现了一团金发，确定它就是吃掉了米歇尔的食人熊。事发以后，蒙大拿州有机县的议员提出要杀死公园里所有的灰熊。他们说，公园不是为了熊而存在的，而是为了人存在的。
但也有人认为，这场灾难本身就可以避免，这一切都是人的错。早在8月13号事件发生之前，公园内部就发生了至少3起未被官方详细记录的灰熊异常接近人类营地的报告。来自麦克唐纳湖西岸的一个家庭露营地，一头灰熊反复冲撞他们的露营车，留下巨大的爪痕和凹陷。车里的人彻夜未眠，听着那头巨兽在外面固执的徘徊、冲撞，直到黎明才离去。他们发誓，那头熊的眼睛在黑暗中散发着不正常的红光。一位独自徒步的护林员在公园东侧的哨站，他报告说，至少有2头成年灰熊整晚都围着他的小木屋打转，发出一种他从未听过的类似呜咽和低吼混合的声音。他们没有试图闯入，更像是在观察。还有视频一开始试图传入游客家中的灰熊，以及来自一个偏远地区的消防瞭望塔。守塔人报告，在雷电的闪光中，他看到山谷下方有超过5头灰熊，正以一种诡异而有序的方式朝着同一个方向移动。他们的目的地指向了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之一。这些一件件灰熊奇怪的行为并没有让公园的高层重视。还在一次采访里说道，如果把野生动物的危险性按照0到10来划分，响尾蛇的危险等级为10级，而灰熊的危险性大概在0到1之间。灰熊之夜像一颗炸弹，彻底引爆了美国公众对国家公园管理政策的信任危机。人们愤怒地质问，我们花钱去欣赏的自然，为什么会变成吞噬生命的陷阱？那个曾经和蔼可亲的戴着帽子的斯莫基熊的卡通形象，在一夜之间被灰熊真实的血淋淋的爪牙撕得粉碎。这场悲剧以一种最残酷的方式给整个社会上了一课，它带来的是一场席卷全美乃至全世界的国家公园管理哲学的大革命。首当其冲的就是垃圾处理。滨川公园以及全美所有的国家公园在之后的几年里陆续关闭了所有开放式垃圾场，取而代之的是严格的打包带走政策。所有游客必须将自己制造的全部垃圾带出公园，公园内部也换上了防熊开启的垃圾桶。这个我们今天看来理所应当的规定，正是用鲜血换来的。其次是全新的熊类管理科学的诞生，科学家们开始系统地研究熊的行为、习性以及人类活动对它们的影响。他们给熊戴上无线电项圈，追踪它们的活动轨迹，分析它们的食谱变化。管理方针从过去的迎合游客转变为科学管理，保持距离。这句口号成为了所有护林员和游客必须遵守的铁律。任何开始对人类食物表现出依赖或失去对人类恐惧的问题熊都会被标记，甚至在必要时进行人道主义清除。因为人们终于明白，一头习惯了人类的熊不仅是对人类的威胁，它自己也早已走上了一条不归路。50多年过去了，滨川国家公园早已恢复了它往日的宁静与壮美。如今当我们走进那里，看到那些关于如何储存食物、如何应对熊出没的警告牌时，我们应该知道，每一个字背后都刻着米歇尔、库恩斯和朱莉·赫尔格森的名字。他们的死亡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警钟。它提醒我们，人类永远不能凌驾于自然法则之上。当我们试图用自己的逻辑去改造荒野，用自己的情感去揣度野兽时，自然总会用它最原始、最冷酷的方式来给我们上一堂课。那2头被击毙的灰熊，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受害者。他们被人类的善意引诱，走上了一条违背天性的道路，最终也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这场悲剧中，没有绝对的恶人，只有因无知和傲慢共同酿成的苦果。那么故事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今天的我们真的完全吸取了教训吗？当我们看到社交媒体上那些为了博取流量而近距离挑逗、投喂野生动物的视频时，当我们看到城市扩张不断侵蚀野生动物最后的栖息地时，灰熊之夜的阴影是否还在我们身边徘徊？或许这场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恐怖夜晚，它真正的恐怖之处并不在于熊的残暴，而在于它揭示了一个永恒的真相。在人与自然的博弈中，一旦我们失去了敬畏之心，那么黑夜降临时，下一个被拖入黑暗的
可能就是我们自己。